最走投无路的时候，我爬上了北城最有权势的床，一夜缠绵，男人食髓知味，给了我整整10万。本以为我们从此再无交集，可次日因为小肚子痛的我挂号，却看见了眼熟的面孔。去床上躺着，把衣服撩开。男人冰冷的声音响起，头也不抬地丢下一句话。我咽了咽口水，听话地躺在窄小的枕床上。我余光看见他的左侧胸牌，消化内科主任石岭。我心里默默地记下这个名字。他身上淡淡的消毒水味让我想到了昨晚。下一秒，石岭的手有力而精准地摁在我的腹部。这里疼。再往下。石岭又摁了几处，就明白了问题所在。他坐在桌前，骨节分明的手有节奏地敲字。你这是过于激烈导致的，我给你开点药，1日3顿，饭后吃。我的脸瞬间爆红，心里却在嘀咕，被搞成这副样子，难道不是他的功劳吗？想着，我伸手去接男人的药单，可男人冷不丁地加了一句：记住，1周之内不能进行男女之事。脑子嗡嗡的，我拿起单子就落荒而逃。出了医院，我第一时间把钱转给了母亲，母亲很快就收了，却一句话也没回。我的心一阵阵绞痛的，她从来都不关心我这个女儿，只把我当作会生蛋的母鸡。我只好给哥哥发了条微信：爸爸手术结束后，麻烦告诉我结果。哥哥没有回，我转了200块过去，对面终于回了个 OK 的手势。等回到寝室，舍友木桃看见我，一脸兴奋：绵绵，你怎么才回来啊？我这有个赚大钱的机会，你要不要？什么大钱？是一家会所的兼职，只需要倒酒推销酒水就行了，1晚上1000，还有提成拿，你有兴趣吗？推销酒水？我有些犹豫，要知道我平时在超市做收银，一天才100多，和爸爸的康复费用比起来，简直杯水车薪。木桃看出了我的担忧，好心的跟我解释：你放心好了，这个会所很高档的，我朋友兼职过好几次都没问题。你不是很缺钱吗？我看你中午又吃泡面，这样都不好。想到大学4年，自己的很多靠谱兼职都是他帮忙推荐的，我点了点头。行，我跟你走。晚上7点，我跟着木桃一起到了那家会所。由于是内推的原因，主管对我们很是照顾。我嘴笨，不会推销酒，就一个劲儿的给客人倒酒。毕竟对我来说，就算没有提成，1000块的保底薪水也很高了。幸好客人都比较好说话，我在包厢整整待了3个小时。抽空去洗手间的时候，刚出门就被一道身影挡住了去路。吊儿郎当的男生叫住我：林绵，站住！我抬头看清面前男人的脸，下意识后退2步，警惕地和面前的人保持1米距离。你找我？面前的男人叫宋泽远，是隔壁金融系大4的同学，家里有钱，是个标准的花花公子，玩得既花又野，女朋友换的更是比衣服勤，被他盯上准没好事。他上前一步逼近我：听说你去做那种事情了？我的瞳孔顿时瞪大，不可置信地瞪向他。这件事我做的隐秘极了，甚至打电话都是找的无人的角落。他怎么会知道？我没有心思跟他纠扯下去，转身就想跑。可宋泽远一把抓住我的胳膊，把我拉到身前：你别跑呀，我知道你缺钱，不如这样，你跟我在一起，我1晚给你1万块，怎么样？我闻到他身上浓烈的酒味，下意识挣扎：我跟你不熟，请让开。有什么不熟的？在一起不就熟了吗？说实话，我是真的想跟你好，你就别装了，痛痛快快跟了我行吗？宋泽远把我摁在门板上，低下头就往上凑。宋泽远，你放开我！我有些急了，奋力去推宋泽远，可是根本没用。哼，在学校的时候老子拿不下你，在我的地盘上我还能让你跑了不成？乖乖的，不要挣扎。宋泽远双手紧紧箍住我的2只手腕，不管我怎么挣扎都无法挣脱。我急得快要哭了，身上的衣服也被他扯得歪歪扭扭。这种地方声音嘈杂，我撕破喉咙喊了几声都没有任何水花。眼看他就要亲上来，我紧紧咬住牙齿。洗手间的门突然被踹了一脚，宋泽远烦躁地转头看去，看清男人那张金贵冷漠的脸，他愣在原地。小舅，这是在干什么？听到这个声音，我反射性的抬头，对上了石里那双青眸淡漠的眼眸，心跳顿时慢了一拍。是他是宋泽远的小舅。宋泽远强行挽住我的肩膀，笑得有些心虚。没什么，这是我女朋友，我跟她一起玩了。我不是他女朋友。非要我说的那么明白吗？小舅，我都好久不玩了，喊个同学玩一玩总行吧，我给他钱的。不等我说完，宋泽远打断我的话，拉着我就准备走。我踉跄地被他拖着，经过石岭身边时，他突然伸手扯住了我的手腕。小舅，你干嘛？宋泽远不明白他的意思。滚！宋泽远还想再说什么，被石岭一个冷冷的眼刀甩过去，他顿时不敢造次。再有下一次，我会让你爸打断你的腿。宋泽远这次没脾气了，不甘心地瞪了我一眼，不情不愿地转身走了。走廊安静下来，只剩我们2个面对面。我主动解释：我来打工。又缺钱了？我摇了摇头：没有。那为什么做这个？想存钱，存5万。我诚实地回答，却见石岭看了他半天，满脸无奈，眸底的情绪深暗不明。他扯了扯领带，解开2颗衬衫扣子，松了松脖颈的禁锢之后，又看向我：存不到怎么办？关他什么事？我一会仰头看他，准备和上次一样。我的脸腾的一下红了，连耳尖都在发烫。我没有，我只是想存个5万，还给你。我知道我有些犟，但我只有在自己的逻辑范围内赚钱才安心。上次我要了5万，他却给10万，我总觉得这个逻辑不对，想还回去。石岭听到这话，莫名地看了我一眼，眉心微微蹙起。非还不可。我坚定地点点头。要还的。石岭陡然逼近，将我整个人圈在他的阴影里，嗓音低哑地开口：那就再陪我一次，做抵消，怎么样？我的脑袋嗡地炸开，心脏不受控制地加快。
石岭的脸一寸寸的凑近，高挺的鼻梁几近碰到他的鼻尖。我极不自然的扭头移开视线，声音轻得像羽毛。我1周之内不能。已经过了1周，可以了。可是，我是医生，我说了算。没等我说完，石岭就咬住了我的唇瓣，修长分明的手扣住他的后脑勺，强势固定，不给我拒绝的机会。迷迷糊糊中，我的脑子一团浆糊，我窘迫地捂住了眼睛。这5万块钱也不是那么好赚的。次日一早，我早早就醒了，入眼便是明亮的落地窗，低调简约的天花板吊灯。费了一会儿神，我才反应过来昨晚做了什么。强忍着全身的酸意，我套上自己的 T 恤和牛仔裤。石岭醒了，看向我，要走了？他的嗓音清冷疏离，和昨晚简直天差地别。我犹豫了一下，还是开了口：我肚子疼，你能不能再给我开点药？几分钟后，他捏着2盒进口药从卧室出来，扔到了我怀里。这是止痛药，1天1次饭后吃，如果2天后还疼，就到医院找我。我连忙将药盒塞进包包里，对他道谢。石林扭头返回卧室，没有留我。好歹近距离接触了2次，我多多少少了解他的性格，能留我待一晚已经不错了。背好包包，我正准备开门出去，我被吓了一跳，抬头看去，玄关处的小屏幕上出现一张熟悉的脸，是宋泽远。心脏骤停了一下，我反射性的返回客厅。怎么了？石岭探出个脑袋问了句。你外甥在外面。石岭神色平静，一边系着睡衣上的带子，一边拿下巴点了点卧室的方向。你先进去。我秒懂，抬腿飞快地躲进卧室去，轻轻关上卧室门。小舅，你怎么才开门？我爸让我来给你送文件。东西送到了，你走吧。石岭接过文件，毫不客气地赶人。等一下，我还有事要跟你说。昨晚那个妞乖乖女，纯得不得了，我想搞定她，你能不能别管我？宋泽远讨好地凑上前，单刀直入。不行。为什么？他不行，你玩不起。我可没有欺负人，他前段时间为了钱还打算出卖自己呢。我都听到他打电话了，学校里想得到他的人多了，就算我不盯他，也有别人盯着，那我为什么要放过他？听到这番话，石岭的眼神瞬间沉下去几分。别人我不管，至于你，管好你自己。若是让我知道你干了什么不该干的事，后果你最清楚。宋泽远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战，想到小舅历年来那些整人的手段，他还是有些发怵的。好，我不盯着他就是了。我在房间里磨蹭了好久，确定宋泽远不见了，才慢吞吞地往外走。刚才谢谢你。石岭突然冷不丁地问我，你做这事儿除了找我，还找过谁？我怔愣了一下，摇了摇头。没有啦，我只给你打过电话。以后打电话长点心眼，多看看四周环境，隔墙有耳。我顿时明白了他的意思，红着脸点了点头，准备离开前，突然灵光一现，懂事地补充了一句：你放心，我不会再打扰你了，我们之间两清了。石林扯了扯唇角，没说什么。解决完了这件事，我松了一口气，头也不回地离开，也就没有看到石岭别有深意的眼神。走在路上，迎面突然传来一个男音：绵绵，你怎么在这里？我抬头看清男人的脸，下意识站直了身体。秦老师。虽然我是这么叫，但面前的男人不单单是老师，还是 A 大的校董秦理。他每年会给 A 大拨款一大笔奖学金，而我作为奖学金的4年获得者，几乎每年都会跟秦理合一次影，所以我们之间也能说2句话。真巧啊，居然能在小区遇到你。你这是来找朋友？我睁着眼睛说瞎话。我来打工，现在准备回学校。我向来勤工俭学，系里的老师都知道。秦理了然地点头。哦，知道了。我记得你快毕业了是吧？今年的毕业生。你实习的时候来我这边怎么样？我一时没反应过来，懵懵地看着他。我这里有个设计项目，正好需要个小助理。林眠同学有兴趣吗？秦理是校董，能力颇广，手上资源又丰富，能跟着他一起实习做项目，是我想都不敢想的。我几乎马上就答应下来。我有兴趣，谢谢秦老师，我会好好干的。那就这么说定了，我过几天去找你。我瞬间开心起来。谢谢秦老师，秦老师再见。看来那个男人还是个福星，轻轻松松就让我获得了不错的实习机会。回到宿舍后，我换上睡衣，刚准备补个觉，手机铃声就响了起来。看了眼屏幕上跳跃的名字，我立即开心地接起电话。爸爸，你怎么给我打电话了？我想闺女了，还不能打个电话问问吗？当然没问题，我也好想你啊，爸爸。你的腿好些了吗？手术很成功，医生让我住院3个月，等康复之后就能走路了。瘫痪了几年，如今终于能像正常人一样站起来。爸爸的期待简直掩藏不住。对了，绵绵，我听你妈说，我的手术费是你打过来的。你还是个大学生，都没有毕业，哪里来的那么一大笔钱？我两眼一酸，果然只有爸爸才会注意到我这个穷学生的身份，而林家其他的人只会催着我打钱，从来没有关心过我的钱是哪里来的。我抓了抓床单，强装轻松地说：我前几天接了个私活，金主财大气粗，可有钱了，这是他预支给我的设计费。爸爸，你就不用担心啦，再过1个月我就要实习了，到时候就可以赚更多的钱养你啦。爸爸不要你养，你能照顾好自己就行了。那个金主人不错，肯预支给你工资。
你要好好跟着人家干，知道吗？想到刚和金主两清，我窘迫的点了点头。我知道的。挂掉电话，我长长的舒了一口气。交易结束，银货两讫。我和他不会再有任何的联系，就当这是生命中的一个小插曲吧。之后也撞见过几次宋泽远，态度上收敛了很多，除了调侃几句，也没敢动手动脚了。看来石岭的威慑力还是挺大的。第一天上班很顺利，前台同事带着我熟悉公司环境，然后安排工位。旁边便是秦理的办公室，我的职位更像是秦理的小助理。不多时，秦理来了，他依旧穿着一身浅灰色的休闲服，单手插兜，眉眼挂着笑，看上去懒懒散散的。绵绵，早，入职手续办好了吗？都办好了。那正好，你跟我出去一趟，今天正好有个设计项目，我带你去锻炼锻炼。实习第一天就有项目可以参与，我的内心激动又窃喜，连忙跟在秦理身后。可半个小时后，秦理的车停在北城医院门口，我看着这栋熟悉的大楼，莫名感觉有些心跳加快。秦理熟门熟路的一边走一边跟我说，我们目前的项目就是负责这家医院的建筑翻新以及内部重新设计，所以先带你来踩踩点，后期你要跟着设计师一起来测量。我认真点头，跟在他身后里左拐右拐，看完了整个医院的内部设计，最后来到了内科大楼。经过一个楼梯间时，我抬手推门看进去，下一秒就猝不及防地对上一双清冷幽深的眼眸，我的心脏骤然停顿。是石岭。找我？我连忙摇头，硬着头皮打招呼。好巧啊，石医生，我是来工作的，我的实习项目正好在这家医院。怕他不信，我还特意晃了晃手里的测量工具，证明自己不是在缠着他。毕竟这样的人应该最烦被女人纠缠了。石岭没说什么，上前2步贴近我。我很欢迎你来找我。我不可置信地看向他，正巧这时秦理从后面跟了进来。他看到石岭，好看的眉梢挑了起来。哟，石医生这会儿不去坐诊，在这里偷懒呢。说着他又看向我。对了，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个是我的小徒弟，叫林绵。绵绵这孩子比较老实，以后会经常来医院做测量，你帮我多多关照他。石岭的眸色顿了下，不轻不重地点了点头，嗓音平仄无波。知道了，时间到了，我要去坐诊了。他转身想往外走，秦理突然一拍脑门，扭头对林绵说道：对了，绵绵，你不是肚子疼吗？正好让石医生帮你看看，反正他也要坐诊的。听到这话，我顿时毛骨悚然，连忙摆手拒绝。不用了，秦老师，我这个是老毛病了，不用麻烦医生的。话音刚落，我就看到石岭掀起眼帘，漫不经心地问道：哦，怎么个疼法？这话好耳熟，我立即窘迫起来，耳根微微发热。就是胃病而已，老毛病了。胃病也要好好治，让石医生给你开点药，好好养养。这一下我连拒绝的机会都没有了，被秦理热心地拉去了石岭的办公室。还是上次的那间诊室，短短几天，墙上又多了2面锦旗，都是家属赠送的感恩旗。我默默地看着上面的字，对他的医术多了2分敬畏。坐下，手腕伸出来。听到男人的话，我听话地坐下来，把手腕伸过去。石岭抬起手，指尖摁在我的脉搏上，力道不轻，沉沉重重的，有种说不出的压迫感。我下意识地屏住呼吸，不敢乱动。看着他清晰分明的面部轮廓，认真专注的神色，我的脸有些发烫。心跳有点快，紧张什么？我的耳根顿时红了起来，却还是嘴硬。我没有。脾虚，湿气重，肠胃功能弱，吃垃圾食品对肠胃不好，尤其是泡面。我没想到他连这都能看得出来，甚至精准到我吃了什么食物。秦理在一旁皱起了眉头。这可不行啊，身体是革命的本钱。正好饭点到了，绵绵，你跟我去吃饭吧。我记得附近有家家常菜还不错，正好给你养养胃。我闷闷地点点头，跟在秦理身后。石岭突然站起身，我也一起。秦理震惊了，你这工作狂也开始享受生活了？石岭瞥了他一眼，秦理立即心领神会，闭上了嘴。这家餐厅位置不远，点菜时为了照顾我，秦理洋洋洒洒地点了不少东西，还特意在餐桌上请教石岭什么对胃好。绵绵，多吃点，你太瘦了，干我们这行以后可是要东跑西跑，人要壮一点才抗造。我受宠若惊，连连点头。谢谢秦老师。似乎是石岭推荐的菜很合胃口，又加了蔬菜汤，一碗米饭下肚，我感觉胃里舒服多了。吃完饭，秦理去买单，我便趁着空档去了一趟洗手间。等我洗完手刚出来，一道颀长熟悉的身影靠在洗手间门口，堵住了我的去路。你怕我？石岭偏过头，漆黑深沉的眼眸直白地盯着我。见到我紧张什么？我没有。我们2个之间的交易关系本来就见不得光，我不躲着走，难道还大大方方地跟他打招呼吗？可石岭显然没想放过我，他抬脚一步步走到我面前，将我整个人抵在洗手台上。躲着我是因为钓到了别人，他比我更大方，给你的价格更高。我1秒就懂了他话里的意思。他是我的领导和老师，不是你想的那种关系，我们之间很清白。没想到石岭对我的话嗤之以鼻，逼近我。秦理可不是什么好人，别招惹他。我皱了皱眉，不太懂他的意思。毕竟秦理是我遇到最温和、最善良的好老师。石岭上前一步，抬手捏住我的下巴。要是再缺钱，我可以允许你来找我做交易，毕竟是老熟人，彼此的契合度也高，我可以给你加价。
我的脸色唰的一下涨红无比，抬手用力地推开石岭，只感觉脑子里嗡嗡一团。我们之间已经结束了，到此为止吧。说完，我慌不择路地逃出洗手间。我居然在厕所里被男人调戏了。下午，秦理把他们送到医院，接了个电话就离开了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我的实习很顺利。秦理向我承诺，实习结束后可以直接留在公司，成为正式设计师。可这份开心并没有持续太久。这天中午，我正在医院整理测量数据，手机突然响了起来，屏幕上跳动着"妈妈"2个字，我的心脏瞬间沉了下去，下意识地走到走廊角落，接起了电话。林眠，你死哪里去了？这么久都不打电话回来，你爸的康复费快用完了，你赶紧再打2万块钱回来，不然你爸就只能出院，继续瘫在床上。电话那头，赵桂兰的声音依旧刻薄而冷漠，我的心里一阵绞痛。妈，我刚实习，还没有发工资，上次给你的10万块，不够爸爸的康复费吗？10万块算什么？你爸的康复要多贵呀？还有住院费、护理费，哪一样不要钱？我不管你怎么弄，3天之内必须把2万块钱打回来，不然我就去你学校，去你实习的地方闹，让所有人都知道你是个白眼狼，不管你爸的死活。赵桂兰的威胁像一把尖刀，狠狠扎在我的心上。我知道赵桂兰说到做到，她真的会去闹，到时候我的实习会丢，名声也会毁于一旦。妈，我知道了，我会想办法的，你别去闹，好不好？电话挂断后，我靠在墙壁上，眼泪再也忍不住。我真的很努力了，我拼命的工作，拼命的赚钱，可还是满足不了赵桂兰无休止的索取。我觉得很累，很累，仿佛被一座大山压着，喘不过气来。你怎么了？一道清冷的声音在身边响起，我猛地抬头，看到石岭站在我面前，手里拿着一个保温杯。我连忙擦干眼泪，强装坚强，摇了摇头。我没事，就是有点累了。石岭没有拆穿我，只是把手里的保温杯递过来。里面是温水，加了点红糖。里面是温水，加了点红糖，暖暖身子。我刚才听到了，你妈妈打电话来要你打钱。我心里一暖，眼泪又忍不住掉了下来，摇了摇头。不用了，谢谢你，石医生。我自己的事情，我自己会想办法，我不想再欠你的。说完，我推开他的手，转身跑开了，留下石岭一个人站在走廊角落，手里还握着那个保温杯，眸底满是落寞和心疼。拒绝了石岭的帮助后，我开始四处想办法凑钱。夏木桃借了一部分，又把自己平时省吃俭用攒下来的零花钱全部拿了出来，可还是差1万块钱。我愁得整夜睡不着觉，不知道该去哪里凑剩下的钱。赵桂兰的电话一天打好几遍，不停地质问和威胁他。这天早上，秦理把我叫到办公室，递过来一份设计方案。绵绵，这份是医院内科翻新的初步设计方案，你拿去修改一下。另外，内科的具体需求石医生最清楚，你今天下午去医院找石医生沟通一下，把他的意见记下来，融入到方案里。好的，秦老师。我接过设计方案，心里有些无奈。我真的不想再去找石岭，不想再和他有任何交集，可这是工作，我不能拒绝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收拾好方案，朝着医院走去。来到石岭的诊室，他正在坐诊，外面排着长长的队伍。我没有打扰他，只是坐在诊室门口的椅子上，耐心地等待着。看着他认真为病人看病的样子，细心地询问病情，叮嘱注意事项，我心里越发觉得他其实并不是一个冷漠的人，他只是习惯了用冷漠伪装自己。直到中午，石岭才看完最后一个病人。他走出诊室，看到坐在椅子上的我，愣了一下，随即走了过来。你怎么来了？找我有事？秦老师让我来跟你沟通一下内科翻新的设计方案，想听听你的意见。我一边说，一边从包里拿出设计方案递给他。石岭接过方案，点了点头，转身走进诊室，示意我跟进去。过了10几分钟，石岭放下方案，抬起头看向我。方案整体不错，但是有几个地方需要修改。我连忙拿起笔记本，认真地记录着他的意见。诊室里的气氛依旧有些微妙。钱的事情还没有解决。我抬起头，对上他的目光，有些窘迫地点了点头，又摇了摇头，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还差多少？1万块。我低声说道，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。石岭没有说话，只是从抽屉里拿出一张银行卡递给我。这里面有1万块钱，你先拿去用，不用你还，也不用你做任何事情，我只是想帮你。我看着他手里的银行卡，心里一阵触动，眼泪差点掉下来。我知道他是真心想帮我，没有任何功利心，也没有任何条件，可我还是犹豫了。不用了，石医生，我自己会想办法的。你能有什么办法？向别人借，还是再去做那种交易？林眠，你能不能别这么倔强？偶尔依赖一下别人，不是什么丢人的事情。就在这时，宋泽远突然推门走了进来，看到我们2个人独处，还以为发生了什么，笑着调侃道：小舅，你们2个人在诊室里独处这么久，干什么呢？难怪你阻止我，原来是你看上林眠了。滚出去，没你的事。石岭的语气瞬间冷了下来。宋泽远撇了撇嘴，不敢反驳，冲我挤了挤眼睛，转身跑了。宋泽远走后，诊室里又恢复了安静。拿着吧，别让我为难。等你以后真正站稳脚跟了，再还我也不迟。我看着他真诚的目光，心里的防线彻底崩塌。终于，我拿起了那张银行卡，低声说了句谢谢。
眼泪忍不住掉了下来。我拿着石岭给的银行卡取了钱，第一时间转给了赵桂兰。摆脱了赵桂兰的威胁，我心里对石岭充满了感激，却也忍不住叹气。我欠石岭的越来越多，这份恩情我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偿还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我更加努力地修改方案，把石岭的意见一一融入。这天下午，秦理带着我去医院，和医院的领导沟通设计方案。沟通结束后，秦理接了一个电话，让我先在医院等他。他去处理一点事情，很快就回来。无意间听到不远处秦理正在打电话，声音压得很低，但我还是隐约听到了一些。放心吧，我已经拿到医院翻新的初步方案了，里面有内科的详细布局，还有药品仓库的位置。等我把方案完善好，就把数据给你。放心，不会被发现的。石岭那边我会应付好。钱的事情你放心，只要事情办成，我不会少给你的。我愣住了，心里充满了疑惑。秦理说的是什么数据？为什么要把医院的布局和药品仓库的位置给别人？他做这个项目难道不是单纯的翻新设计，还有别的目的？秦理挂完电话，转身看到我，眼上瞬间露出温和的笑容，仿佛刚才打电话的人不是他。绵绵，让你久等了，我们走吧。秦老师，你刚才打电话说的是什么数据？还有，你要把医院的布局给别人，是为什么？秦理的神色瞬间僵了一下，随即又恢复了温和的笑容，含糊地解释道：没什么，就是和合作方沟通一下项目细节，你别多想，好好做好自己的工作就好。他的解释十分牵强，眼神也有些闪躲，显然是在隐瞒什么。我没有再追问，心里却充满了不安。我一直以为秦理是一个温和、善良、赏识我的好老师，可现在我回想起石岭的告诫，却隐隐约约觉得秦理的背后似乎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。晚上我下班回家，就看见石岭站在楼下，似乎是在等什么人。看见我，他眼睛一亮，走了过来。你下班了？我点点头，不解地看向他。秦理，最近有没有让你做什么奇怪的事情？比如让你整理医院的机密数据，或者打听医院的相关信息？我愣住了，没想到石岭会突然问起这个。我看着他，心里的疑惑越来越深。没有，秦老师只是让我修改设计方案。石医生，你为什么要问这个？秦老师他到底是什么人？你之前说他不是什么好人，到底是什么意思？你别问这么多，以后离秦理远一点，不要什么事情都相信他，也不要把医院的任何机密信息告诉他，保护好自己，知道吗？他的语气十分严肃，带着一丝担忧。为什么？秦老师对我那么好，他赏识我，培养我，他怎么可能是坏人？石医生，你是不是误会他了？我没有误会他，以后你就会知道了。记住我的话，离他远一点，不然你会后悔的。说完，他转身走进了公寓楼，留下我一个人站在楼下，心里乱糟糟的。我到底该相信谁？直到一天早上，秦理把我叫到办公室，递给我一份文件。绵绵，这份是医院药品仓库的详细布局图，你拿去整理一下，标注出具体的尺寸和位置，下午给我。我愣住了，药品仓库的布局图属于医院的机密信息，秦理为什么要让我整理这个，还要下午给他？我想起石岭的警告，心里的不安越来越强烈。秦老师，药品仓库的布局图属于医院的机密吧？我们只是负责翻新设计，不需要整理这么详细的机密信息吧？哎呀，没什么机密不机密的，就是为了更好的设计药品仓库的。翻新方案，确保翻新的时候不影响药品的存放和取用。你赶紧去整理，下午一定要给我，别耽误了项目进度。他的语气有些不耐烦，我心里的疑惑越来越深，却还是接过了文件，点了点头。好的，秦老师，我会尽快整理好的。想起石岭的警告，犹豫了很久，终究还是决定去找石岭问清楚。来到医院，我径直走向石岭的诊室，他正在整理病历，看到我进来，愣了一下，随即放下手里的工作。你怎么来了？是不是秦理让你做什么奇怪的事情了？秦老师让我整理医院药品仓库的详细布局图，还要我下午给他。石医生，他到底要这个做什么？他是不是真的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？石岭接过文件，看到上面的内容，眉头紧紧蹙了起来，眸底闪过一丝冷意。果然，他还是打了药品仓库的主意。什么意思？他打药品仓库的主意到底是为了什么？秦理和国外一家医药公司有勾结，那家医药公司想盗取医院的药品采购渠道和药品仓库的布局，然后偷税漏税，甚至销售假冒伪劣药品。他之所以接手这个医院翻新项目，就是为了趁机获取医院的机密信息，帮那家医药公司做事，从中谋取私利。我愣住了，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不可能，秦老师对怎么可能做这种事情？石医生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他最初来我这儿打探口风，被我拒绝了。毕竟这件事要是让他做成了，会危害到更多人。他一边说，一边给我看他手机的证据。看着这些证据，我彻底傻眼了，眼泪忍不住掉了下来。我一直以为自己遇到了贵人，以为秦理是真心赏识我，可没想到这一切都是骗局。他只是把我当成了棋子，利用我的老实和努力，帮他做违法的事情。别难过，这不是你的错，是他伪装得太好了。幸好我们发现的早，还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。他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，语气温和，带着一丝安慰。
我靠在他的肩膀上放声大哭起来，所有的委屈、失望和无助在这一刻全部爆发出来。下午我回到公司，没有按照秦理的要求整理药品仓库的布局图，而是坐在工位上，心里盘算着该如何揭穿秦理的阴谋。就在这时，秦理走进了办公室，看到我没有在整理文件，脸色瞬间沉了下来。绵绵，我让你整理的布局图，你整理好了吗？都下午了，怎么还没给我？秦老师，我不会整理的，也不会把这份机密信息给你。你说什么？你不会整理？林绵，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我能给你机会，也能让你在这一行混不下去。我看着他，心里没有丝毫害怕，只有满满的失望和愤怒。我在这里，正是因为您对我的知遇之恩，收手吧，现在还来得及。秦理的神色变得越发阴沉，他一步步走到我面前，眼神里充满了恶意，再也没有了往日的温和。林绵，看来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。既然你知道了所有的事情，那我就不能让你活着出去，不能让你坏了我的大事。他伸出手想要抓住我，就在这时，办公室的门突然被推开了，石林走了进来，身后还跟着医院的领导和警察。秦理，你涉嫌盗取医院机密，勾结医药公司谋取私利，已经触犯了法律。现在跟我们走一趟吧。秦理愣住了，看着走进来的警察，脸色惨白。他怎么也没想到石林竟然会来得这么快，还带来了警察。不，我没有，你们冤枉我，是林绵陷害我。秦先生，请你配合我们的调查，我们已经掌握了足够的证据，证明你涉嫌违法犯罪，不要再狡辩了。警察上前一步，拿出手铐铐住了秦理。秦理被警察带走的时候，恶狠狠地瞪着我和石林，嘴里还不停地咒骂着，却也无济于事。秦理被带走后，办公室里终于恢复了安静。我看着石林，眼泪再也忍不住掉了下来，快步走到他身边，抱住了他。石医生，谢谢你，谢谢你及时出现，谢谢你救了我。傻瓜，我说过，我会保护你，不会让你受到任何伤害。以后有我在，再也没有人能威胁你，能伤害你了。